大家好，我是横年虎。今天我要聊的是关于陆生掠食动物的水性问题。可能一提到陆地上面的掠食动物，朋友们脑海中会瞬间闪过猫科、犬科、熊科这几种，而且认真检索一遍，会联想到排行第一的应该是美洲豹。没错，我这里编撰了一份榜单，共6名，确实把美洲豹排在了第一位。这样大家应该对标准有了个大致概念。陆生、掠食、水性还好，标准就是按美洲豹这种逻辑来搞。咱们马上看内容，排在第6位的是非洲二哥猎狗。这二哥都上榜了，那一哥狮子会不会也榜上有名呢？这个真没有。二哥的水性其实是在动物园中被观察到的，它不但主动下水玩耍，还潜水捞肉，这个就很有意思了。按理说猎狗的水性应该和狮子差不多，在非洲草原上表现为会游泳，但不太敢下水，因为水里面有鳄鱼，有去无回，会形成骨子里对水域的恐惧。问题就在于，狮子来到动物园后，无论天气如何炎热，水中是否有肉，都依然不敢下水，雷打不动的。这么一对比的话，二哥猎狗属于摊牌了，是隐藏在非洲掠食者中间的潜水高手。好，然后咱们看第5名，花豹。水性这方面，花豹在非洲的表现其实和狮子、猎狗都差不多，但它在印度有被观察到长途涉水，穿越大型河流，像老虎一样。不过他们在动物园的表现确实一般，没有特别爱戏水的记录。第4名，棕熊。棕熊长途涉水的记录基本没有，但它们有一部分是生活在水域附近，靠打鱼过活，有被拍摄到为了食物而主动潜水。单看体型的协调程度，单纯游泳的话，应该没有四肢灵活的大猫快。第3名，老虎。首先要说明的是，老虎本身就是习水的，无论是在野外还是在动物园，游泳可以横跨江河，下潜也可以水底捞肉，但它们不能像棕熊那样猎食水中生物。不过不碍事儿，习水很关键。标准的老虎生存环境，水源除了饮用之余，还必须能为其提供戏水的功能，这也是我觉得它水性应该比棕熊高的原因。此外，还有观众提出疑问说，水性好的只有孟加拉虎。我想说的是，东北虎游过黑龙江和乌苏里江，建立跨国领地的事儿早就不稀罕了。还有苏门答腊虎在海岛之间迁徙，也有目击记录。我倒是觉得下次老虎界再出大新闻，有可能是苏虎跨海迁徙碰上了海洋胖虎虎鲸，但虎鲸没对苏虎下手，因为海洋一哥太挑食，只喜欢那种脂肪和蛋白质类型的动物。第2名，夹在老虎和美洲豹之间的会是谁呢？这个很好猜，是北极熊。它属于专业靠海洋吃饭的，有在浮冰之间长途涉水的记录，有时候潜水追击猎物也不在话下。水中的这些技术活，如果不排在老虎前面，确实说不过去。那为什么排名又在美洲豹之后呢？这里我也说一个关键因素，就是它下水的目的性很强，战斗性却不大，因为它的猎物都是那种没手没脚的，没有反抗能力，像海豹、海象、鱼类，基本上都是趁人家扎堆挤在冰窟窿里换气的时候一跃而下，属于捡了个漏。第1名，美洲豹，主要生活在南美，沿河而居。潜水杀鳄鱼的视频大家应该也都看过，与北极熊相比，潜水捕食的目的性虽然一致，但美洲豹的目标性更加专业，战斗性更加精彩。我觉得它是当之无愧的第一。好了，今天视频就到这里，喜欢的话点赞加关注吧。